天文学家最新宣布，他们锁定并量身测出了一个史上少见、体型排进前列的超大质量黑洞。这可不是一般的猜测，而是基于多种独立方法交叉验证后的扎实测量结果。它的质量夸张到什么程度？相当于把几十亿个太阳塞到一个看不见的引力深井里。这不是夸张修辞，而是天体物理学上真实存在、能被数据支撑的庞然大物。如此巨大的体量，已经把教科书里对黑洞能长到多大、如何长这么大的常规定论顶到了边界，逼得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既有模型和增长上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解这颗黑洞到底特别在哪，它的诞生史、测量方法、对星系进化理论的冲击点，以及它可能如何刷新我们对宇宙结构与演化的整体理解。宇宙马蹄 Cosmic Horseshoe 是狮子座里一个著名的引力透镜系统的昵称。前景有个更近、更重的星系，它强大的引力像玻璃镜片一样，把更遥远背景星系的光线拉伸、弯曲，最终在天空中勾勒出一个醒目的马蹄形弧环。当质量浓得离谱时，时空弯曲就会非常显眼，于是背景光被拽成几乎对称的光弧。这种环形影像正是所谓的爱因斯坦环，是广义相对论在天文照片上的生动签名。引力透镜等于给我们白捡了一个宇宙级望远镜，它能把暗弱、遥远的细节放大并分辨开来。因此这套系统不仅漂亮好看，更是研究暗物质、质量分布和星系结构的宝地。一个由英国普茨茅斯大学和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牵头的国际团队，起初的目标其实很务实，想利用宇宙马蹄来描绘前景星系周围那层看不见的暗物质晕的形状与强度。可一层层把数据拆开后，研究人员猛然发现，事情并不止于暗物质。在中心位置出现了超乎预期的引力信号，像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核心在拉拽一切。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结论：星系中心潜伏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而且它的分量极不寻常，已经远超一般中心黑洞的常见范围。为了把这个重量级选手量准，团队没有只靠一种技术，而是把两条独立路线合在一起用，彼此校验，从而把误差尽量压到最低。第一步，他们用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望远镜上的 MINS 光谱仪去测量星系里恒星在不同区域的速度与方向，等于是看速度场相，读出引力场的强弱。结果显示，靠近中心的恒星飞得惊人的快，接近每秒400公里。只有在一个极其强劲的引力源面前，恒星才会被拧到这么高的速度。这强烈暗示中心有个巨大的质量集中。第二步，研究者对哈勃太空望远镜拍到的透镜影像做了高精度建模，把光是如何被弯曲，在哪些位置被放大，统统用物理模型重现。因为光路如何扭曲取决于质量怎么分，所以只要模型能把光弧形状和亮度分布复刻出来，星系里质量的空间分布，包括恒星、暗物质与中心天体，就会随之显形。把恒星跑得多快的信息与光被弯得多狠的信息并起来，团队就能像做财务分账那样，分别估出恒星成分、暗物质成分以及中央黑洞各自占了多少质量份额。那么最终的称重答案是什么呢？请系好安全带，这数值会让人倒吸一口气。他们给出的最佳估计是，这个黑洞大约有360亿个太阳的质量，也就是 3.6 乘10亿次方太阳质量，跻身宇宙巨无霸行列的前排座位。如此夸张的数值，并不是道听途说的上线推断，而是经由2套独立约束共同锁定的结果。因此它也成为迄今最靠得住的最大黑洞样本之一。确实有更传奇的候选，比如常被提起的 TON 618，估计质量或许超过600亿个太阳，但那类估算通常依赖更间接的指标，模型假设也更多。换句话说，
虽然数值更吓人，但测量链条更长，推断环节更多，误差条也更宽，可信度与稳健性就不如这次马蹄系统的测量那么让人放心。正因为方法左右开弓，交叉验证充分，这次结果在同行里显得特别硬。不仅数值大，更关键的是可靠。团队还对模型做了情景扫库和贝叶斯模型比较，在一系列可能参数与假设下反复验算，确认不同技术路径，给出的质量范围彼此一致而收敛。更巧的是，这个系统离我们大约50亿光年，能在这么远的地方实锤一个庞大黑洞，本身就很罕见。而且它还是在原本研究暗物质的项目里意外捞到的重大发现。它的意义不止于个头巨大，更在于它像一把放大镜，照亮了星系与中心黑洞之间那条共生与牵制的演化纽带，逼得我们重估这段关系的细节。长期以来，天文学家发现，越壮的星系中心恒星运动的躁动程度、速度弥散也越大。这种统计学相关性在各类样本中一再被看到。这条经验率被称作 m sigma 关系，用通俗话说，就是中心黑洞的质量 m 和核球区恒星的速度弥散 sigma 通常是搭着走的。这一直是研究星系黑洞共演化的基准线。这背后的物理图景是，黑洞吞噬气体，喷发能量，反馈到周围，把冷气体加热或吹散，从而调控恒星形成的节奏。黑洞和星系像在拉手共舞，但宇宙马蹄给了我们一个越界样本，它的黑洞质量明显高于按 m sigma 关系所预测的水平，像是从主流趋势线上被拎起了一大截。也就是说，以它宿主星系目前能测到的恒星速度弥散来看，中心黑洞长得过猛，这对同步成长的常规定件是个直球挑战。由此推测，在最极端的大质量档位，黑洞和宿主星系可能不同步，黑洞可以先一步暴涨，而恒星总体并没有立刻跟上升级。换个角度看，超大质量黑洞或许走的是另一条快车道，与小型或普通星系中心黑洞的增重方式、时间表、触发机制都不太一样。最常见的解释来自于并构潮，星系之间碰撞合并，把各自的气体与中心黑洞也一并越叠越厚。从宇宙时间轴看，这类事件并不少见。大大小小的星系相互靠近、扭曲，最终合并，是宇宙演化的家常便饭。每次合并，两个中心黑洞会先共舞，再结婚，最终合成一个更大的黑洞。如果又叠加了后续气体供给，质量还会继续蹿升。因此，多轮并构叠加长期吃进冷气体，就是黑洞从100万级一路涨到100亿级的可行路线图，也能解释这次看到的极端体量。就宇宙马蹄而言，如此夸张的黑洞很可能正是经历多次并合与持续吸积的历史账本在今天的呈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黑洞有没有天花板？在物理上，增重到多大就会卡住。这次测量把关于质量上限的讨论又推到了风口。不少模型预测，当黑洞逼近500至1000亿太阳质量级别时，吸进来的气体要么被辐射压力和强风赶走，要么落入过快，转化效率低，难以再有效增肥，要么就是吃的来不及消化，要么还没入口就被喷走。总之，供给链会变得低效，这在理论上给黑洞质量画出了一条模糊但真实的红线。而360亿太阳质量已经逼近那条上限地带，等于宇宙亲手递给我们一个临界样本，正好用来检验这些增长与反馈的理论。把恒星动力学和透镜建模一并上阵，意味着我们能在几十亿光年外远程称重，还可以拼出星系与黑洞的成长轨迹，为宇宙历史添上一张更清晰的时间表。像这样的巨无霸黑洞，是检验理论、校准经验关系、理解极端物理过程的稀有样本，对天文学的多个分支都具有标杆意义。第一，
它直接挑战黑洞与星系同步成长的常规假设。显然，在极端尺度上，规则可能被改写。既然黑洞能跑在前面，那就说明喷流、辐射风等反馈机制在超大质量端可能更强势或更失衡，从而改变了气体冷却与恒星诞生的节律。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最巨大的星系多半红而老，几乎不再生新星。强力反馈把冷气体清空，或加热到了难以成星的地步。第二，它再次凸显了星系并合在宇宙生态中的关键地位。没有并合，很难堆出如此夸张的黑洞质量。以我们银河系为例，预计在约45亿年后与邻居仙女座相亲并合，那将是一场长期、壮观但缓慢的宇宙舞步。届时，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 A 星号几百万太阳质量，与仙女座中心的黑洞超1亿太阳质量会先缠绕，再并合，诞生一个更重的新中枢黑洞。这给了我们一个窗口，去想象长达数十亿年的反复并合与袭击，最终如何造就像宇宙马蹄这样惊人的质量尺度。第三，这一标杆样本为后续的大样本统计和系统搜寻竖起了参照系，后面再发现类似系统就更好比对与分级。欧洲航天局在2023年发射的欧几里得望远镜正在绘制数十亿星系的3维地图，预计会捕捉到成千上万粒新的引力透镜样本，极大丰富我们的透镜库。有了海量样本，科学家就能做更扎实的统计，到底马蹄是特例还是代表了一个被忽视的主流分支？超大质量黑洞在宇宙中到底有多常见？这事还牵着引力波天文学，因为黑洞并合是低频引力波的重要来源，质量越大，信号越低频，越适合用特定方法来听。2颗超大质量黑洞缠绕并合时，会把时空掀起缓慢起伏的涟漪，这就是低频引力波，像宇宙背景里的低沉乐音。如今，脉冲星计时阵列 PTA 等项目已经报告了背景嗡鸣的迹象，无数并合事件的叠加合唱正在被我们捕捉与拆分。像宇宙马蹄里这种级别的黑洞，正是会给低频引力波背景添砖加瓦的重量歌手，也是未来单元信号的有力候选。问题来了，宇宙里会不会还藏着更巨的黑洞？我们是不是只看到了冰山一角？这成了接下来最诱人的悬念。随着极大望远镜 LIOT 等地面矩阵，还有空间引力波天文台 LISA 的推进，我们将能更清楚地测质、测速、听波，把黑洞体重记录往极限处继续摸索。宇宙马蹄的这颗360亿太阳质量黑洞，无疑立下了一个里程碑。它逼问我们，黑洞到底如何迅猛长大？哪些环节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作用？在欧几里得等巡天机器的加持下，新的透镜系统、超大黑洞样本会源源不断出现。数据的洪流将让争论逐步变成定论，而每一次新发现都像往地图上加粗的一条线。慢慢的，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会被不断修正、补全、升维。请继续关注，因为宇宙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